第一课，讨价还价。买衣服的时候，你有没有讨价还价？通常不是，但是要求更优惠的价格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一直对谈判犹豫不决，但我想值得一试。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提出还价时保持自信和礼貌。我想如果成功，可以省点钱。绝对可以。在许多文化中，谈判价格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下次我去买衣服的时候，我会试一试。记得进行研究，并了解该物品的市场价值。这是个好观点，了解产品的价值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您提出合理的报价，并进行有效的谈判。我会记住的，谢谢你的建议，安娜。不客气，约翰。祝您购物愉快，讨价还价愉快。我很感激，安娜。让我们拥抱谈判的艺术，享受其中的好处。的确，约翰，这里是为了寻找超值优惠，并充分利用我们的购物体验。第二课，经济实惠的旅行。我一直在寻找负担得起的航班和住宿。当然，找到优惠的价格可以帮助我们在旅行中省钱。我一直在比较不同航空公司和酒店预订网站的价格。这是一种明智的方法，货比三家以获得最优惠的价格很重要。我也在考虑在非高峰季节旅行，以获得更低的价格。非高峰季节通常提供更优惠的价格，更少的人群。我听说，在一周中的某些日子预订航班也可以节省开支。是的，周中航班有时比周末的航班便宜。我也愿意使用廉价航空公司，他们可以节省大量费用。只要确保查看他们的行李政策和任何额外费用即可。说得好，安娜。有时，低基本票价可能会带来隐性成本。说到住宿，你有没有考虑过旅馆或度假屋等替代方案？是的，我正在探索所有选项，以找到最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太棒了！旅馆和度假租赁可能比传统酒店更实惠。我也会留意任何促销或折扣码。订阅时事通讯或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旅游网站，可以帮助您随时了解优惠信息。我决心让这次旅行符合我的预算，同时又不影响太多。通过仔细的计划和研究，绝对有可能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度过愉快的旅行。谢谢你的见解，安娜。你的提示很有价值。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这里是为了寻找负担得起的旅行选择，并留下难忘的回忆。确实，安娜。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冒险之旅，而不必过分担心开支。第三课，在公园里漫步。我们可以去公园散步吗？听起来不错，我很想享受新鲜空气和大自然。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我们在上午10点见面，对你来说方便吗？上午10点对我有用，我们可以悠闲的散步开始新的一天。太棒了！我们应该在哪个入口见面？我们在喷泉附近的正门见面吧。听起来不错，那我上午10点在那里见。完美，我会带一个水瓶和舒适的鞋子。别忘了戴上帽子和防晒霜。好主意，防晒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户外活动中。绝对可以，安全和舒适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很期待我们在公园里散步，会让人耳目一新。我也是，约翰，这是放松身心和与大自然交往的绝佳方式。我很高兴你加入我的行列，在一起会更愉快。同样，约翰，让我们充分利用未来美好的一天。安娜，谢谢你同意和我一起去散步。不客气，约翰，共度时光总是一种乐趣。上午10点见。谢谢你，安娜，明天早上在公园见。第4课，享受播放摇滚歌曲的乐趣。我喜欢演奏摇滚歌曲，我的灵感来自梵高。这很有趣，约翰。音乐和艺术可以是强有力的组合。作为一名音乐家，梵高的激情和创造力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充满活力的画作反映了他的情感和艺术表达。同样，摇滚音乐让我能够表达自己，并与他人建立联系。音乐有一种唤起情感和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方式。梵高大胆而充满活力的笔触与摇滚音乐中的能量相似。岩石的强度和原始性可以与梵高作品中的强度相呼应。播放摇滚歌曲给我一种自由和释放感，就像梵高的艺术一样。拥有激发激情的艺术灵感真是太棒了。梵高的生活故事也激发了我追求音乐梦想的灵感。他的毅力和奉献精神是值得钦佩和效仿的品质。我希望通过音乐创造影响力，触动人们的生活，就像梵高对他的艺术所做的那样。我相信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约翰。你的激情和才华将在你的音乐中闪耀。谢谢你，安娜，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不客气，约翰。继续摇摆不定，关注你的艺术之旅。我会的，安娜。让我们继续在艺术中寻找灵感，创作自己的杰作。当然，约翰，这是音乐和艺术丰富我们生活的力量。干杯，安娜！让音乐播放，色彩活起来。第5课，选择微波炉。你好，我的厨房需要一台新微波炉，有什么建议吗？当然，约翰，你的要求和预算是什么？
我正在寻找一款容量不错且具有多种烹饪功能的微波炉。考虑购买一台具有对流或烧烤选项等功能的微波炉。听起来不错。那尺寸呢？我的柜台空间有限。寻找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占地面积更小的紧凑型号。我会记住的。你推荐什么特定的品牌吗？松下、LG 和三星等流行品牌以其优质的微波炉而闻名。太棒了！我会看看他们的模型，并阅读一些评论。阅读评论可以让你深入了解不同型号的性能和耐久性。我应该考虑微波炉的瓦数吗？更高的瓦数通常意味着更快、更高效的烹饪。我明白了，那我就瞄准一台功率不错的微波炉。别忘了检查控制面板和易用性。好主意，我更喜欢界面直观的微波炉。为方便起见，请寻找带有预设烹饪程序的型号。那会很有帮助。我经常为普通菜肴使用预设选项。最后，比较价格并寻找任何正在进行的促销或折扣。价格比较对于做出明智的决定至关重要。当然，约翰，我相信你会找到最适合你厨房的微波炉。谢谢你的指导，安娜。您的建议将使我的搜索更容易。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帮助你。微波狩猎快乐！谢谢你，安娜。我很感激你的帮助，这是我厨房中一个全新高效的补充。第6课，定向广告。好主意，定向广告呢？是的，这以前很有效，它可以帮助吸引合适的受众。我们如何为我们的业务投放定向广告？我们可以从定义目标受众及其人口统计数据开始。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联系到他们？我们可以利用提供定向广告选项的社交媒体平台。你推荐哪些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拥有强大的广告工具，可以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定位。我们也应该考虑其他平台吗？这取决于我们的目标受众，像领英或 Pinterest 这样的平台可能适合某些企业。那么使用关键字和兴趣来完善我们的定位呢？这是个好策略。通过使用相关的关键字，我们可以缩小受众范围。将我们的广告重定向给已经表现出兴趣的人怎么样？重定向可能非常有效，它使我们的品牌摆在潜在客户面前。我们应该聘请专业人士，还是尝试自己管理广告？这取决于我们的预算和专业知识。聘请专业人员可以确保最佳结果。我们还应该跟踪和分析广告的效果，对吧？
绝对可以。监控指标将帮助我们优化我们的活动。我很高兴看到定向广告对我们业务的影响。我也是，约翰。它是吸引合适的人和提高转化率的强大工具。安娜，感谢您在实施定向广告方面提供的见解和指导。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让我们的广告活动取得成功。当然，安娜，这是为了吸引我们的目标受众并发展我们的业务。第7课，舒适的骑行。21个齿轮听起来不错，骑起来舒服吗？是的，拥有多个齿轮可以更平稳、更高效的骑行。骑行时我需要经常换挡吗？这取决于地形和您的首选节奏，换挡可以优化您的踩踏力。我怎么知道在不同情况下要使用哪种装备？较低的档位适合上坡攀登，而较高的档位更适合平坦或下坡路段。骑行时在档位之间切换很容易吗？通过练习，换挡成为第二天性，很容易找到适合地形的装备。我可以调整档位以匹配我的骑行风格吗？有些自行车允许调整装备以自定义您的骑行体验。那自行车本身的舒适度呢？如果您计划在崎岖的地形上骑行，请寻找舒适的车座，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车把和悬架等功能。是否有任何特定的自行车品牌以其舒适性而闻名？ Trek、Giant 和 Specialized 等品牌以生产具有优质组件的舒适自行车而闻名。我应该考虑买一辆轮胎更宽的自行车以增加舒适度吗？更宽的轮胎可以提供更好的缓冲和稳定性，尤其是在不平坦的表面上。我想确保顺畅而愉快的骑行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购买一辆采用铝或碳纤维等优质车架材料的自行车，以平衡舒适性和性能。安娜，感谢你对舒适骑行的指导。不客气，约翰。我希望你能找到适合你需求的完美自行车。我很期待骑着我的新自行车探索户外活动。尽情享受骑行乐趣，约翰。注意安全，玩得开心。我会的，安娜。接下来就是舒适愉快的骑行了。第8课，海滩度假。当然，去海滩度假怎么样？它总是让人耳目一新，放松身心。听起来很棒，约翰。你在想哪个海滩目的地？我听说过关于巴厘岛海滩的好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巴厘岛拥有迷人的海滩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是一个受欢迎的选择。这将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你推荐巴厘岛有什么特别的海滩吗？库塔海滩和瑟米亚克海滩因其美丽的海岸和充满活力的氛围而广受欢迎。
那住宿呢？对海滨度假村有什么建议吗？努沙杜瓦地区有一些豪华的海滨度假胜地，可欣赏壮丽的景色和一流的设施。我更喜欢放松和冒险的结合。有水上运动活动吗？绝对可以。巴厘岛提供一系列水上运动，如冲浪、浮潜和水肺潜水。这听起来令人兴奋，我很想第一次尝试冲浪。巴厘岛的海滩以海浪闻名，是初学者学习冲浪的好地方。当地的美食怎么样？有必尝的菜吗？巴厘岛的菜很好吃，千万不要错过品尝椰浆炒饭或巴比古林等菜肴的机会。我一定要沉迷于当地的风味。在巴厘岛还有什么我们应该探索的吗？巴厘岛以其寺庙和文化遗址而闻名，海神庙和乌鲁瓦图神庙值得一游。看来巴厘岛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度过难忘的海滩之旅。确实如此，约翰，我相信你会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享受阳光、沙滩和文化。安娜，感谢您为我们的海滩度假提供意见和建议。不客气，约翰，我希望你有一个充满放松和冒险的美好旅程。我迫不及待地想沐浴阳光，在巴厘岛美丽的海滩上放松身心。玩得开心，约翰，这是一次难忘的海滩之旅。第9课，蜡烛制作过程。我一直对蜡烛制作过程感到好奇，涉及什么？这很简单，约翰。首先，在双锅炉或熔炉中融化蜡。制作蜡烛通常使用哪种类型的蜡？大豆蜡和蜂蜡因其天然和清洁燃烧特性而成为受欢迎的选择。蜡融化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在融化的蜡中加入香精油或精油，以获得令人愉悦的香味。我可以自定义蜡烛的颜色吗？是的，你可以添加液体或粉状蜡烛染料来达到所需的颜色。用来塑造蜡烛的模具怎么样？您可以使用各种模具，例如硅胶模具或传统金属模具来塑造蜡烛。在倒蜡之前，我需要将灯芯插入模具中吗？是的，在倒蜡之前，将灯芯固定在模具底部，并确保其直立。那冷却过程呢？需要多长时间？冷却时间取决于蜡烛的大小和所用蜡的类型，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过夜。蜡烛冷却并凝固后，我可以将它们从模具中取出吗？是的，轻轻地推动或扭动蜡烛，小心地将蜡烛从模具中取出。我应该在点燃蜡烛之前修剪灯芯吗？点亮前，将灯芯修剪到大约1/4英寸，以确保干净均匀的燃烧。这似乎很简单。还有其他制作高品质蜡烛的技巧吗？
记住香精油的正确比例，遵循安全预防措施，并尝试不同的设计和香味。安娜，谢谢你解释蜡烛制作过程，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下。不客气，约翰，玩得开心，享受自己制作蜡烛的创作过程。我等不及要为我的家制作独特而芳香的蜡烛或作为礼物了。我敢肯定他们会很棒的，约翰。祝您制作蜡烛愉快。第10课，保持一致性的小贴士。我发现保持进度的一致性具有挑战性，这使我保持积极性。有什么技巧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吗？一致性是关键，约翰。首先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然后将其分解为较小的、可管理的任务。面对干扰或障碍时，我怎样才能保持动力？寻找灵感来源，定期提醒自己的目标，与支持自己的人在一起，创造一个积极的环境。有什么策略可以帮助建立历程并坚持下去吗？制定时间表或每日例行程序，包括实现目标的专门时间。设置提醒或使用生产力应用程序来保持正轨。如果我遇到挫折或错过了一天的进度怎么办？不要对自己太苛刻，约翰。承认挫折，从中吸取教训，第二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重回正轨。有时候，我对目标的长期性质感到不知所措，有什么建议吗？将您的长期目标分解为较小的里程碑，庆祝实现的每一个里程碑，以保持动力和进步感。我怎样才能保持专注并避免拖延？确定一天中工作效率最高的时间，并在该时间段内安排重要任务，尽量减少干扰，练习自律。问责制有助于保持一致性吗？是的，寻找问责合作伙伴或加入目标相似的社区，分享您的进度，通过定期签到互相支持。如果我一路上失去兴趣或激情怎么办？重温你的理由，约翰。反思你开始的原因，通过探索新方法或寻找新的灵感来重燃你的激情。是否有任何技术可以有效跟踪进度？记日记或使用进度跟踪应用程序来记录您的成就、里程碑和需要改进的领域。它可以直观地提醒您的进度。从长远来看，我怎样才能保持对目标的承诺？不断提醒自己实现目标所带来的好处和回报，保持对流程的承诺，拥抱旅程。安娜，感谢你分享这些关于一致性和进步的宝贵技巧。不客气，约翰。请记住，一致性是通过日常的小动作来建立的。继续前进，你会看到结果。我决心实施这些策略，并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持续进展。这就是精神，约翰。祝你成功，踏上稳步实现愿望的旅程。感谢你的支持，安娜。这是为了保持一致并实现我们的目标。
第11课是穿新衣服。安娜，我买了一些新衣服，你想见他们吗？是的，我们愿意。他们在这里。他们长得怎么样？他们很合身，但我不确定这件衬衫的颜色。你怎么看？这个颜色很适合你，约翰。它可以很好的补充你的肤色。很高兴听到。那这条牛仔裤呢？牛仔裤穿在你身上很好看，约翰。它们具有完美的合身性和风格。我很高兴你这么认为。现在，你觉得这件夹克怎么样？这件夹克为您的装扮增添了时尚气息，在你身上看起来棒极了，约翰。感谢您的反馈，安娜。我很重视你的意见。不客气，约翰。我总是很乐意提供帮助。你还有其他物品要展示吗？是的，我还有一个。这件毛衣怎么样？这件毛衣看起来舒适又时尚，这是一款适合不同场合的多功能单品。听到这个，我松了一口气。我不确定这件毛衣的图案。该图案增加了视觉趣味性，使这件毛衣独一无二。它很适合你。我很感激你的意见，安娜。征求第二意见总是有帮助的。我很高兴能帮助你，约翰。对自己的服装选择充满信心很重要。事实上，穿能让你感觉良好的衣服可以增强你的信心。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合你的品味和个性的合身度、风格和颜色。安娜，谢谢你对我的新衣服的宝贵反馈。不客气，约翰。我很高兴能提供帮助，享受穿上新衣橱的乐趣。我会的，安娜。你的意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为了让外观和感觉都很棒。第12课，注册活动。安娜，我有兴趣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说我需要填写一份注册表。太棒了，约翰。您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找到注册表，或通过电子邮件索取一份注册表。我应该在注册表上提供个人信息吗？是的，约翰。他们可能会要求您提供全名、联系方式，有时还会询问您的职业或组织。他们可能需要什么具体信息吗？视活动而定，他们可能会要求提供饮食限制、特殊要求或紧急联系方式。我需要支付注册费吗？有些活动可能会收取注册费，因此请查看表格或活动详细信息，以了解任何付款要求。如何提交注册表？您通常可以通过他们的网站以电子方式提交表格，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其发送给指定的联系人。报名有截止日期吗？是的，约翰。请务必查看活动的注册截止日期，并在该日期之前提交表格。提交表格后，我会收到确认吗？一般来说，是的。
您应该会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或确认注册的通知。如果我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我该怎么办？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直接联系活动组织者，他们将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如果需要，我可以稍后更改我的注册吗？这取决于活动的政策，有些允许修改，而另一些则可能有特定的更改准则。如果注册后我无法参加活动怎么办？如果您无法参加，请尽快通知组织者，以便他们做出必要的调整。安娜，谢谢你为我澄清注册流程。不客气，约翰。按照提供的说明，注册活动可以很简单。我很感激你的指导，现在我对完成注册更有信心了。我很高兴我能帮上忙，约翰，享受这个活动，充分利用这次体验。我会的，安娜。再次感谢您的支持，这是一次成功的注册和一次难忘的活动。第13课，优先考虑睡眠以增进健康。安娜，我最近感觉很累，对如何提高我的能量水平有什么建议吗？从充足的睡眠开始，约翰。目标是每晚有7到9个小时的优质睡眠。我会尝试做出一些改变，并优先考虑我的睡眠。有什么改善睡眠的秘诀吗？建立就寝习惯，睡前避免使用咖啡因和电子设备，营造一个平静的睡眠环境。如果我难以入睡或保持睡眠怎么办？练习放松技巧，例如深呼吸或冥想。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考虑寻求医疗建议。我上床睡觉和醒来的时间重要吗？是的，约翰。每天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和醒来，尽量保持稳定的睡眠时间表。白天小睡能帮助提高能量水平吗？短时间小睡可能是有益的，但要避免长时间午睡或睡得太近，因为这可能会干扰睡眠。是否有任何生活方式因素会影响睡眠质量？是的，某些习惯，例如过量饮酒、吸烟或睡觉前吃大餐，会干扰睡眠。那运动呢？它对睡眠有帮助吗？定期进行体育锻炼可以促进更好的睡眠，但要避免在临近就寝时间进行激烈的锻炼，因为这可能会让你精力充沛。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看到优先睡眠的好处？持续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几周内改善能量水平和整体健康状况。睡眠会影响我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工作效率和情绪吗？当然，约翰，优质的睡眠对于认知功能、情绪调节和最佳日常表现至关重要。安娜，谢谢你强调睡眠的重要性。从今晚开始，我会把它列为优先事项。不客气，约翰。请记住，充分休息的身心有助于更健康、更充实的生活。
我为此很感激你干杯，的指导，约翰。这是祝你夜为了改善晚安宁，睡眠和日子增加充满活力。活力。第14课，代课小贴士。否则，在使用代客泊车服务时，我应该注意吗？记得从代客那里领取所有物品。这是个好观点，我不想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匆忙时很容易忽略小物品。有什么我应该注意的特定物品吗？确保取回钥匙、手机、钱包和任何贵重物品。我会记住的，我不想丢掉任何一个。最好在离开之前仔细检查。那代客泊车票呢？我应该随身携带吗？是的，代客泊车票对于以后取车很重要。那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这是个好主意，这是你对汽车的所有权的证明。对于顺畅的代客泊车体验，还有其他建议吗？为他们的服务向代客支付小费是一种很好的做法。我通常应该给多少小费？标准通常为几美元，具体取决于服务水平。那我就准备好一些现金给小费了。这是考虑周到的，代客会很感激的。还有什么我应该记住的吗？回车后检查车辆是否有损坏是个好主意。这是明智的预防措施，我一定会那样做的。最好在离开场所之前解决任何问题。感谢你分享这些代客小贴士，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希望他们能帮助你获得流畅的体验。我很感激你的建议，做好充分准备总是件好事。绝对可以，它确保了代客泊车服务无忧无虑。我将在下次代客泊车体验时牢记所有这些小贴士。我很高兴能帮助你，约翰。安全旅行。谢谢你，安娜，你的指导很有价值，让我们继续互相学习。第15课，探索市中心。我想去市中心。你很幸运，公交车站就在拐角处。这很方便。公交车多久运行一次？他们有频繁的时间表，通常每10到15分钟一次。太棒了，我不必等很长时间才能坐公共汽车。没错，城市的公共交通非常高效。我应该寻找特定的公交车号码吗？您需要的公交车号码是23，它直接通往市中心。完美，我会留意23号公交车。不用担心，公交车上通常标有明确的号码。乘坐公共汽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市中心？这应该需要大约20分钟，视交通情况而定。
这还不算太糟糕，这会让我有时间欣赏美景。是的，一路上你会看到一些有趣的地标。在去市中心之前，我应该注意哪些停靠点？公共汽车会停几站，但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下车。我很感激，我不想错过我的停靠点。没问题，约翰，我会确保通知你。我需要支付特定的巴士票价吗？最好对公交车票价进行确切的零钱，即$2.50。我会确保准备好适量。这很聪明，这将使登机过程更加顺畅。我到达市中心后，你有什么建议去的地方吗？市中心有许多景点，中央公园和美术馆值得一游。我一定会去看看的，感谢你的建议。不客气，约翰，享受在市中心的时光。我很期待，谢谢你的帮助，安娜。随时都行，约翰尽情探索这座城市，度过美好的一天。我会的，安娜。让我们继续分享我们的经验和发现。第16课，购物乐趣。我很高兴我们有时间购物，这让等待变得更加愉快。绝对可以，购物总是为体验增添刺激感。我同意。另外，我们今天发现了一些超值优惠。是的，这些折扣太棒了，我喜欢讨价还价。以较低的价格找到您需要的东西，真是令人满意。当然，它使购物体验更加美好。而且，它还为我们节省了一些钱。这是奖励，我们可以将积蓄用于其他用途。没错，有额外的资金用于其他活动，真是太好了。我很高兴我们充分利用了购物时间。我也是，它增强了我们一天的整体乐趣。购物可以是一种有趣而有益的体验。绝对可以，它为我们的郊游增添了特殊的气息。我已经很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购物之旅了。算我进去，和你一起购物总是很愉快的。同样，约翰，我们组建了一支很棒的购物团队。谢谢你，安娜。让我们继续一起享受这些体验。同意，约翰，这是未来更愉快的购物之旅。第17课，制作蜡烛。不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自己制作独特的蜡烛。谢谢你，约翰，能尝试制作蜡烛我真的很兴奋。这是一个很棒的爱好，可以让你表达自己的创造力。我一直很喜欢蜡烛，所以自己制作的声音太棒了。你可以自由选择颜色、香味和设计。
这是我最期待的，对它们进行个性化设置。这是为您的生活空间增添个性化的好方法。我等不及要在家里放漂亮又芬芳的蜡烛了。知道它们是你自己制作的，你会感到满意。确实如此，我敢肯定，这将是一次有益的经历。此外，您甚至可以将它们作为贴心礼物送给朋友和家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手工制作的蜡烛是如此可爱的礼物。它们确实如此，这是一份独特而由衷的礼物，深受人们的赞赏。我已经在考虑可以创建不同的蜡烛设计了。让你的想象力疯狂地奔跑，有很多可能性。我一定会尝试不同的颜色和气味。这就是制作蜡烛的美妙之处，无尽的创造力。约翰，再次感谢你激励我探索这门工艺。不客气，安娜，我很高兴能向你介绍一些新东西。我等不及要潜入蜡烛制作的世界了，一定会很棒。享受旅程，安娜，我相信你会创造出神奇的蜡烛。我很感激你的鼓励，我已经为这次激动人心的冒险做好了准备。祝你好运，安娜，我知道你会在制作蜡烛方面表现出色。第18课，便捷的酒店住宿。你的酒店住宿很方便，泳池里有救生员吗？当然，约翰，酒店的游泳池有一名救生员值班。这令人放心，安全始终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水边。我同意，让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监督泳池活动非常重要。知道有人在监视，这让人高枕无忧。当然，救生员确保安全愉快的游泳体验。他们有救生员值班的特定时间吗？是的，救生员每天在指定时间在场。很高兴知道，我们可以相应的计划泳池时间。没错，救生员有空时最好游泳。我感谢酒店对客人安全的承诺。他们认真对待并优先考虑客人的健康。除了救生员，还有其他安全措施吗？是的，酒店已经实施了各种安全协议。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他们有清晰的标牌、应急设备和定期的泳池维护。听起来他们已经采取了全面的安全方法。当然，他们希望房客享受无忧的住宿。这值得称赞，它增加了整体体验和满意度。绝对可以，酒店必须优先考虑客人的安全。我很高兴我们选择了一家重视我们幸福感的酒店。我也是，约翰，得知我们处境良好，
真是令人欣慰。感谢您查看所有重要的细节，安娜。不客气，约翰。在计划旅行时，我总是确保优先考虑安全。这是我喜欢和你一起旅行的原因之一，安娜。同样，约翰，在确保安全和愉快的体验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我完全同意，安娜。让我们在未来的所有冒险中继续将安全放在首位。当然，约翰，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第19课总结。现在反击，好吧，让我们完成吧，然后我们可以出去吃晚饭，我饿了。听起来像个计划。我们可以在附近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我想吃点意大利菜，你呢？意大利语对我来说听起来也不错。我们去找一家意大利餐厅。太棒了，我会尽快在柜台结清款项。慢慢来，我会在入口附近等你。全部完成，谢谢你的耐心等待，约翰。不客气，安娜，莫花很长时间。感谢你的理解，现在就去满足我们的饥饿感吧。绝对可以，我很期待一顿美味的饭菜。在忙碌了一天之后，享受美味的食物总是很不错的。我完全同意，这是当之无愧的享受。与优秀的公司共享时，效果会更好。我很高兴我们能一起分享这种用餐体验。我也是，约翰，这是美好的一天。确实，让我们也充分利用我们的晚上。我敢肯定会很愉快，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确实如此，我们的对话和笑声使每一刻都变得特别。我很感激我们的友谊，约翰，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种感觉是相互的，安娜，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朋友。谢谢你，约翰，让我们继续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绝对可以，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冒险和美好时光。为此干杯，约翰！现在我们去享用晚餐吧。我完全同意，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安娜。第20课，邮票交易。对于独特的设计或限量版，你会与其他收藏家交易邮票吗？当然，约翰，邮票交易是扩大我的藏品的好方法。您通常如何找到其他收藏家进行交易？有专门收集邮票的在线论坛和社区。这听起来很方便，您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收藏家联系。是的，这是与其他爱好者见面的绝佳机会。你有任何特定的邮票要交易吗？
我目前正在寻找欧洲老式邮票和稀有主题套装。你过去有过成功的交易吗？当然，我已经能够通过交易获得一些很棒的邮票。太棒了，它为爱好增添了冒险感。确实如此，你永远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独特的邮票。你有专门用于交易的副本吗？是的，我喜欢保留副本以用于交易目的。这是在不花太多钱的情况下扩大收藏范围的明智方法。没错，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交换邮票时如何确保公平贸易？我们通常事先讨论邮票的状况和价值，这对于避免任何误解或失望很重要。绝对可以。清晰的沟通是邮票交易的关键。你通过邮票交易建立了持久的联系吗？是的，我遇到了一些有着同样激情的好人。集邮能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真是太好了。确实如此，我们的共同利益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你参加邮票展览或活动是为了亲自与收藏家见面吗？是的，我喜欢尽可能参加邮票展和展览。近距离看到稀有邮票并与其他收藏家见面一定很令人兴奋。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约翰，我总能学到新东西。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一个能给你带来快乐并与他人建立联系的爱好。谢谢你，约翰，集邮确实丰富了我的生活。继续探索和交易，安娜，您的收藏将继续增长。我会的，约翰。谁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找到我一直在寻找的那张难以捉摸的邮票。我相信你的激情和决心，安娜。祝交易愉快。谢谢你，约翰。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让我们继续一起享受我们的爱好。第21课，日常锻炼。通常建议每周至少锻炼3到4天。这是正确的。定期运动对健康有很多好处。我可以在日常活动中加入哪些类型的练习？您可以包括心血管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性锻炼的组合。你能给我举一些心血管锻炼的例子吗？当然，慢跑、骑自行车、游泳或快走等活动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那力量训练呢？力量训练包括举重、使用阻力带或进行俯卧撑和深蹲等体重运动。我应该考虑任何特定的灵活性练习吗？瑜伽或普拉提等伸展运动可以提高灵活性，并有助于防止受伤。每次锻炼应该持续多长时间？目标是每节至少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这听起来可行。如果我没有整整30分钟怎么办？即使是较短的锻炼时间，例如一次10分钟，仍然是有益的。我应该每天在同一时间锻炼吗？没有必要有固定的时间，但一致性是关键。找一个最适合你的时间，并坚持下去。2次锻炼之间可以休息几天吗？是的，休息日对恢复很重要。倾听你的身体，让它有时间休息和修复。我怎样才能确保自己保持定期锻炼的动力？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并考虑与朋友一起锻炼或参加健身课程，以增加动力。在开始日常锻炼之前，我应该咨询医生吗？如果您有任何潜在的健康状况或疑虑，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始终是个好主意。我会记住的，安全第一。当然，约翰，您的健康和福祉应始终是重中之重。感谢你分享这些运动技巧，安娜。不客气，约翰。我希望他们能帮助你建立定期的锻炼习惯。我很感激你的指导，让我们继续支持彼此的健身之旅。当然，约翰，这是为了更健康、更积极的生活方式。第22课，在户外享受音乐。那音乐呢？我们可以带一个便携式扬声器来播放一些音乐吗？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音乐可以增强户外体验。我们应该考虑任何特定类型的便携式扬声器吗？寻找耐用、防水且电池寿命长的便携式扬声器。在公共户外空间播放音乐有任何限制吗？尊重他人的和平与安静很重要，将音量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并注意周围的环境。这是有道理的，我们不想打扰别人。没错，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体贴的同时享受音乐。你喜欢在户外听什么类型的音乐？我喜欢各种各样的流派，但是在户外环境中，欢快的曲调或轻松的旋律通常会营造出愉快的氛围。我们可以一起为户外探险创建播放列表吗？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添加我们都喜欢的歌曲，让体验更加愉快。轮流从播放列表中选择歌曲怎么样？我喜欢这个主意，它将使我们能够分享我们最喜欢的音乐，并发现新歌。我们应该为便携式扬声器带备用电池还是移动电源？有备用电源选项总是一个好主意，尤其是对于长途郊游。我一定要多带一些电池和一个移动电源。太棒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的继续播放音乐。在音乐设置中，我们还应该考虑什么吗？带上小垫子或毯子来放置扬声器可能会有所帮助，它将有助于放大声音并保护其免受地面侵害。
我将在我们的户外必需品清单中添加一块垫子。完美，它将为我们所有人创造更好的聆听体验。谢谢你的意见，安娜。我很期待我们的音乐冒险。不客气，约翰，这将是享受户外活动的一种愉快方式。让我们以音乐为伴侣，度过一些难忘的时刻。当然，约翰，让音乐带领我们踏上户外之旅吧。第23课，建立个人品牌。面对挑战时，冷静地找到解决方案重要吗？绝对可以。以冷静的心态处理问题，可以更清晰地思考和有效解决问题。如何建立个人品牌？建立个人品牌包括展示您的独特技能、价值观和专业知识，从而给人留下积极而难忘的印象。在当今的职业世界中，是否有必要拥有个人品牌？是的，拥有个人品牌有助于脱颖而出，并为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创造机会。开始建立个人品牌有哪些步骤？首先，定义目标，确定自己的优势，并了解目标受众。如何展示我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利用 LinkedIn 等在线平台，创建专业网站，分享与您的领域相关的有价值的内容。保持个人品牌的一致性重要吗？一致性是关键，确保您的在线形象、信息和行动与您想要的品牌形象保持一致。网络可以帮助建立个人品牌吗？绝对可以。网络使您可以与所在行业的专业人士建立联系，分享想法，并扩大影响范围。我应该积极寻求反馈，以改善我的个人品牌吗？是的，反馈很有价值。征求导师、同事或客户的意见，以获得见解并做出必要的调整。在建立个人品牌的同时，我怎样才能保持真实感？忠于自己的价值观，展示自己的独特品质，并在互动中保持诚实和透明。个人品牌能否延续到职业生涯之外？个人品牌也可以影响人际关系以及生活各个方面对你的看法。感谢您分享这些见解，安娜。我将开始努力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不客气，约翰。祝你好运，创造一个引人入胜且真实的个人品牌。让我们在个人和职业生涯中继续互相支持。当然，约翰，这是为了建立卓越的个人品牌并产生积极影响。第24课，我会收集我们的东会西，更有趣。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我们应该列出需要携带的物品清单吗？是的，让我们列出一个清单，确保我们不会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在清单中包括哪些必需品？我们应该带上水、零食、防晒霜、
地图或导航设备，以及任何与郊游相关的特定物品。我们应该带任何安全设备，比如急救箱吗？随身携带基本的急救包总是一个好主意，以防万一。打包时我们需要考虑天气预报吗？是的，查看天气预报将帮助我们穿着得体，并带上雨伞或夹克等必需物品。我们是否应该带来任何娱乐选择，例如书籍或游戏？如果我们预计会出现停机时间，那么带上某种形式的娱乐活动可能是保持参与度的好主意。用相机来捕捉我们的回忆怎么样？是的，带一台相机或一部装有好相机的智能手机，将使我们能够捕捉我们遇到的美好时光。我们是否应该多带一些袋子来存放任何可能的纪念品或垃圾？是的，多余的袋子存放纪念品和垃圾将有助于保持环境的清洁和井井有条。对于我们的交通方式，我们需要考虑什么具体问题吗？根据我们的交通方式，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私家车，我们都应该相应的打包。好吧，我想我们现在有一个全面的清单。太棒了！在出发之前，让我们仔细检查一下清单，以确保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一旦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一起踏上冒险之旅了。绝对可以。与优秀的公司合作，这将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谢谢你建议我们一起去，安娜。分享体验总是更愉快的。不客气，约翰，我完全同意。让我们一起留下持久的回忆。让我们继续冒险，创造我们终生难忘的故事。我准备好了，约翰，让这一天成为难忘的一天。第25课，选择完美地公寓。我认为一居室对我来说是完美的。还有其他建议吗？考虑杂货店、公共交通和公园等便利设施的位置和距离。我应该考虑公寓离我的工作场所的距离吗？是的，住在工作场所附近可以节省通勤时间，让您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那么公寓的整体安全保障呢？在安全的社区寻找入口安全的公寓，并考虑安全系统或现场安保人员等功能。我应该在公寓大楼里寻找任何特定的便利设施吗？健身房、洗衣设施、停车位或公共区域等便利设施可以改善您的生活体验。考虑公寓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怎么样？自然采光和良好的通风可以创造一个愉快的生活环境，因此值得考虑。仔细检查租赁条款和条件重要吗？绝对可以。仔细阅读租约以了解条款，包括租金、保证金、宠物政策和维护责任。在做出决定之前，我应该亲自去公寓吗？
是的，参观公寓可以让你看到实际的空间，评估其状况，并感受一下社区。是否建议与现任或以前的租户交谈，了解他们的见解？与现任或以前的租户交谈，可以提供有关公寓大楼和房东响应能力的宝贵信息。考虑公寓的整体可负担性和预算怎么样？确保租金和相关费用完全符合您的预算至关重要。谢谢你的建议，安娜。在搜索公寓时，我会牢记这些因素。不客气，约翰。我相信你会找到满足你所有需求的完美一居室公寓。我很感激你的指导，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你的意见是令人放心的。我是来帮忙的，约翰。祝你搜索公寓好运。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称之为家。再次感谢你，安娜，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随时都行，约翰，我很高兴能帮助你。找房愉快。